Hello，很多朋友，Hello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南瓜。大家还认识我吗？我认识了，谢谢大家。我现在瘦下来之后，感觉自己年轻了很多哈。我现在偶尔会涂个素颜霜，修个眉毛。在上海，大家都说我精致，我把照片拍下来发在我的家族群里，我大舅说我是狐狸精。然后我去年上完节目没挣到什么钱，但我真的见了很多世面，比如在活动上知道王一博是真的帅，刘亦菲是真的美，这些都是我听唐湘玉说的。我的朋友走了起来，我知道我很平庸，没什么进展，我上限不高，每次比赛都讲一些外卖小笑话、外卖趣事，大家觉得挺有意思的，但也就那样。我没谈过恋爱，没有上过班。大家最有共鸣的职场爱情我都讲不了，每次得不了高票，我都有点怀疑自己要不要坚持下去。直到1个月前一场演出，它彻底治愈了我，是一个骑手平台组织的，现场来了500-600个外卖骑手，我从来没有讲过那么炸的现场。我说啥他们都笑，我说保安垃圾、外卖平台垃圾，他们站起来给我欢呼。那天给我台上讲出幻觉来了，我说今天这个舞台谁过来都不行，付航过来都打不过我，他来了都得被打，一个保安怎么拦得住500多个骑手？我真的羡慕有些朋友们，朋友们走了起来，红气养人，状态都不一样了。我只能靠我自己养了。我在家里我自己偷偷买了防晒霜。因为我送外卖，皮肤又粗糙又黑，我刚涂防晒，假白特别严重，我还修了眉毛，就很辣眼睛。朋友见了说：“你咋这样？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”在他们心中，我都是那种光头胖胖的那种鲁智深形象。说你不应该去倒拔垂杨柳，怎么研究起了半永久？我每次出去，他们都笑话我，那我就不出去了。我说这防晒霜不行，它只能防太阳光，它防不了朋友嘲笑的眼光。偷偷的在小某书搜了美容护肤，小某书也懵了，3年了，你终于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。给我推的3个月变美计划，100天提升颜值，重建自己，重塑自己，做自己的女娲。戒糖加修护半年，素颜已达 next level。我很激动，满满的干货，点进去全都是卖货的。但我相信，我就买了，因为我想恋爱，我想变美，我就在里面买了胶原蛋白、维 C、维 B、花青素、葡萄籽、益生菌、鱼油。我真的买了一大堆药，1天吃1把药，感觉吃药都吃饱了。每天在肚子里面炼丹，练的什么丹？练的30年从没谈过恋爱的孤单。说出来如何？我身边的朋友很优秀，对吧？他们优秀，那我也提升自己，我就去健身房报了课。去健身房器械特别的多，我不知道练什么，我就问教练，我想减肥练哪个？教练说我们这边有这个爬楼机、跑步机，其实挺有用的。我说啊，爬楼和跑步要是有用的话，那我还不如去外面接单吧。我的朋友真的太优秀了，他们不停的成功，越成功我就在健身房对自己练得越狠。我最好的2个朋友，他们一起走红毯那个月，我瘦了30斤。我那2天去健身房一蹶不振啊，我一蹶不振。教练见了我，你今天也没怎么上强度，怎么这么酸呀？我说肯定酸呀。他们不停的成功，那我就不停的练，不停的瘦，我最后把自己练的体脂率只有9%。太低了！我说你们不能再成功，我不能再练，再这样下去，我还没走上红毯就先盖上白布了啊！最后练到自己减了60多斤，什么感受？我再去演出，再去开放麦，已经没有人在乎我的内容了。他们在 report 里没有人说我段子的，都说南瓜好瘦，南瓜怎么瘦成黄瓜了？南瓜怎么瘦下来有一种命更苦的感觉？我说肯定命苦呀，戒糖半年多了。然后更多的人他就私信我在评论区或者私信我，他说南瓜怎么瘦下来的，教教我，教教我。私信的人太多，根本回不过来，就每天在家里研究，都快研究成教练了。
然后今年5月份我真的去考到了健身教练资格证。谢谢大家。所以我现在是一外卖、脱口秀、唢呐、健身教练4期艺人。就是大家以后不管是饿了、胖了、不开心了，还是人没了，都可以找我。所以我现在呀，我就是全能南瓜。谢谢大家，祝你们开心。Hello。谢谢你们，我一定要把这腰背挺起来。我是南瓜，大家还记得我吗？对，我去年上了这个节目，希望被更多人认识我，现在都认不出我来了。我这半年减肥减了60多斤啊，减掉体重的1/3啊，变化比较大。你们时间长没见，觉得很惊讶对吧？对，然后那种天天跟我在一起，在我身边的朋友，他不觉得我有什么变化，就像我的好朋友黑灯。他对我的声音很熟悉，我也很奇怪，我这瘦了60多斤了，我这陕北口音是没有一点变化的。我现在很难被人认出来啊！前2天走在一个商场，走着走着，听到后面2个人说：“真的是南瓜，真的是南瓜。”哎，我还挺好奇的，我回头一看，2个人在玩刮刮乐呢。我为了减肥啊，销声匿迹3、4个月没有见人啊，再次出来的时候一下子瘦了这么多。朋友们都不觉得我判若两人，他们都以为我判了2年。我的减肥方法在网上学习啊，偷学一些明星的减肥食谱，他们吃的特别的少，而且还经常断碳水啊，还能去正常的演出表演啊。我也断碳水，我也去演出啊，我要在演出现场吹唢呐。我这吹着吹着，这血糖上不来，差点把自己送走了。啊，但还好是坚持下来了，终于坚持下来，也是瘦下来了。今年终于可以在节目上穿自己心仪的衣服了。我真的特别的激动啊！我去年上节目啊，就每一次看到别的选手穿的漂漂亮亮、光鲜亮丽的，我每一次都穿马甲。我去年录了6次，穿了6次的马甲，朋友都叫我马六甲。就别人穿马甲，人家是时尚好看，人家也穿。就我一个骑手穿马甲，太像来上班了。我进棚被保安拦过好几次，说外卖不让进。去年总决赛我是到现场来当观众的，导演说可以随意穿搭，我很开心啊。我逛了很多商场、很多服装店，去试了很多衣服，没有一件适合我。我当时我就让导购推荐一下，导购说：“先生，你就适合那种运动户外、宽松带拉链的那种。”我说：“你想说马甲吗？”我感觉我整个青春都是马甲，我很难过。我下决心，我不甘心，我第2季一定要减下来，我一定要穿自己心仪的衣服，不能再穿马甲了。但我发现，我不管我多么努力，直到今天，我始终摆脱不了马甲的命运，因为我有马甲线了。算了，这样，咱这是脱口秀，不是脱秀啊！哎呀，不，这算了，这样会不会打马赛克呢？瘦下之后，你就感觉人就确实变化很大，我感觉我自己像重生了一把。我把自己的照片啊发在自媒体上，网友特别的，他是特别好，都夸我，夸得我特别激动。他们就叫什么南大。我南大的青春男大学生，我热泪盈眶，我激动呀，因为我是中专学历，我没有上过大学，我上的技校，我考不上大学，我这一直抬不起头，没想到现在减肥减出学历提升来。谢谢，我现在是我们宝鸡铁路技校毕业的第1个南大。对的。虽然学信网上查不到，但是小某书上都是承认的。谢谢你们，谢谢姐妹们。但减肥也不全是好事情，前2天就挺难过的。有一个品牌找到我，他说他们是个电瓶车的品牌，说他们老总很喜欢我，要跟我合作，私信我，我也很开心很激动啊。但见面的时候他们反悔了，他说你是谁呀？
南瓜呢？我说我是南瓜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？跟节目上不一样，我们想合作的是那个黑黑的、胖胖的、土土的南瓜，你这样拒绝跟你合作，我也很难过，我人都傻了。我这半年天天挨饿，不好好吃饭，没想到换来的是没饭吃。但我也不后悔，为什么减了？因为我今年29岁了，再过几个月就要30岁了。回想到30岁之前全是那种肥胖油腻的形象，我本来可以习惯那种形象，直到有一天见到了10个晴天。他们就在我的面前跳舞，活力四射、青春洋溢的样子，我当时很难过。我说20多岁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呀！我不甘心，我一定要减。其实本来也没有那么努力啊。后来啊，有观众叫南大。在一声声南大中迷失了自己，硬逼着硬饿自己，一晚上大半夜饿得自己掉头发、胃溃疡、肠胃炎。我想喝奶茶，但是这个时候内心有个声音说：“南瓜坚持住，不能喝。”这个时候你要想象你到时候在舞台上那个美美的样子，我一次次的忍住了饥渴，这就是望美止渴吧。我朋友说，你也没必要这么忍着。你可以喝统一冲服无糖茶，真的好喝，一口冲服茶香倍儿足啊！喝了之后和南大一样，冲服满面。真的，我终于坚持到现在了，终于在台上，说现在我真的绷不住了。其实这回啊，我后台已经摆好了烧烤、炸鸡、汉堡、油泼面、biang biang面、刀削面。我一会下了台我就暴饮暴食，以后我就想吃什么吃什么。以后呀，可能还会变回那个黑黑的、胖胖的南瓜。但不管怎么样，以后点开爱奇艺，看到2025年夏天那个青春洋溢的南瓜，我也就很满足了。谢谢大家。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南瓜。谢谢。我的职业呢是个外卖骑手。最近在录综艺啊，就感觉像做梦一样。住的豪华大酒店，吃的自助餐，穿着漂亮的衣服，见到明星老师们。这种感觉就像我酒店的面一样，新鲜美味，回味无穷。我也不知道叫什么面，我就叫它世面。我前2天跟着节目组去了一趟香港，我是跟着他们去见周星驰老师的。我见了自己的偶像，跟他聊天，最后合了影，发了朋友圈。我说来见偶像了，我朋友圈都炸了。我朋友圈平时根本就没人理我，没有人点赞的。那天给我点了189个点赞。还有78个评论。我初中的时候，语文老师那时候老说我，你一天不好好学习，烂泥扶不上墙，你我肯定完蛋了。那天给我评论，你就是老师的骄傲呀！真的很开心。星爷他一直都是我的偶像，我从小特别喜欢他，他的电影一直激励着我。我特别喜欢他电影里面那些小人物，我就看进去了。我现在一直都是小人物。今年5月份，导演给我打电话说：“恭喜南瓜，恭喜你成功入选这个《喜剧之王》这个综艺，而且偷偷告诉你，这个节目有周星驰参与。”我当时开心，我跳了起来。我真的见到他，那我见到他，星爷一定会喜欢我这种小人物的。那我今年要起飞了呀！但当时还有2单外卖没送，顾客还打电话过来催我。说实话，我当时已经开心的已经开始胡言乱语了。我说你的外卖我吃了。我们录制第1赛段是小组赛，我在庞博老师组，我们组队员很给力，拿了小组第1。当时公布呀，第1名就是去香港见周星驰。我当时大家都很开心兴奋的，我当时晚上我兴奋到失眠。我白天送外卖的时候，满脑子都想着见星爷，见星爷，星爷喜欢我，他让我演男主角。那我以后该不会就是艺人了吧？这是不是我最后几天送外卖了？我那2天送外卖，我电瓶车都不敢乱停了。有一次电动车乱停，保安让我挪一下，就赶紧挪走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艺人最在的就是不能随意占用公共资源。我在上海送外卖，有很多一起送外卖的同事跟我同甘共苦，关系都特别好。但有一个骑手跟我关系一直不好，他在背后说我坏话，蛐我。让他知道我要去见星爷，他跑过来巴结我，哇，你要去见星爷呀？那你火了以后，苟富贵莫相忘呀。我说行，以后等我发达了，有我一口肉吃，我都下单让你送。我要见星爷，我知道他一直在香港，他说的是粤语对吧？那我就练粤语，我有空就练，说2句的。我甚至送外卖都不说祝你生活愉快了，我说的是祝你好，祝来生活愉快。
而且有一些顾客啊，经常会让我们帮忙丢门口的一些垃圾啊，其实一般挺抗拒的，没有时间去做这些事情。但你现在让我丢的话，我都会说没问题呀，我丢。学坏了你。我知道他的偶像是李小诺，我甚至买了双节棍，我想给他表现一下，我练了，但双节棍特别的难，我练了一会，在我头上来好几下。但我觉得是值得的。我甚至见他之前，我专门去理发店理了个发型，这个就是理的，还可以吧？因为我之前都是理的光头，就是我自己有个推子，我自己给自己刮，就自己给自己刮的话，后面看不到镜子，刮起来就难刮一点，所以我以前就叫自己难刮。什么 program？当时坐在飞机上特别的激动，我要去见星爷了。然后导演组说你用那个手机记录一下这个信息，我当时特别激动的，但是我压抑，我拿手机哇，飞机上300多个人呀，哇，你们也都是去香港的吗？那你们去香港是干什么的呢？你们应该都不知道，我是去见周星驰的。我当时太假了，去了之后大家都很激动，都很开心，付航也去了，他开心的像个猴一样。他给星爷说：“星爷你好，我叫付航。”观众都说我是猴。星爷乐了，星爷特别喜欢他。这时候有个德云社的老师朱鹤松老师也去了，他就对着星爷打快板呀。德云社的基本功扎实对吧？这快板打的是真精彩，打的我这双节棍是拿不出来了，因为确实昨天机场安检被没收了。我说没事，我到时候我嘴都颤抖，见到最后我说星爷你好，我很难刮哈。星爷说你还是说普通话吧。我说我是南瓜，我是个外卖小哥。他说你外卖小哥，我演过外卖小哥。我说我知道，你演的是那个《破坏之王》里面那个何晶莹，然后有自己喜欢的女生，通过自己的努力，然后打败了坏人，逆袭跟那个女生在一起了。我现在也是外卖小哥，我也有自己喜欢的女生啊，她现在也嫁给别人了。星爷笑了，给我鼓掌，他笑了只给我鼓掌。我当时特别激动，我就知道他一定会喜欢我这种小人物的。我甚至结束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合影，星爷还跟我说：“你挺有意思的，土豆。”但已经很开心，已经梦想成真了。就是见到偶像，他给我的那种力量跟激励是非常巨大的。我感觉有了一股力量，回来之后感觉跟其他演员不一样了。我跟他们在酒店聊天，他们就说上完综艺以后要去做自媒体，以后要去做什么播客，有的做什么专场巡演，对吧？我说我以后要去影视圈，我要做喜剧之王，我努力做喜剧之王，加油！这个时候有个演员在点外卖，因为我们酒店在郊区，他就不停地加价，对吧？我就30、50、100加的，我怎么知道的？我手机开始震动了。我说那你们先聊吧，我出去一下。这个外卖还是要送的，对吧？毕竟我觉得喜剧之王呀，还是要从小人物做起啊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南瓜。好，我是个外卖骑手，平时上班骑的就是鬼火。但是我这人又很自卑，我一直没有稳定工作。但是我现在比赛比到半决赛了，前2天有一个经纪公司的经纪人啊，那个公司还挺厉害的。他说南瓜你愿意签约吗？我说那你们有五险一金吗？他说有，也问其他人了，其他人都不愿意签约，他们觉得合同是一种束缚，说什么1年2年，但对于我来说是一种编制啊。那个人他问我你想签几年呀？我说你最多能签多少年呀？他说10年，我说10年太少了，我都想把自己梭哈出去。能不能签100年呀？用不完还可留给我娃。去世的时候把我娃拉到床边，爸这辈子没什么留给你啊，还有30年的合同。我最近一直都很开心，甚至送外卖有些小飘了。有一次出去送外卖被交警给拦住了，说我没有戴头盔，让我出示身份证。我说那个身份证还在我那个经纪人那一块呢。小姐嘛，别废话，来罚单上签个字。我说你要普通签还是要透签呀？最近一直住的节目组的酒店很豪华，非常高档，一晚上800块钱也太贵了，800块钱没必要住这么贵，对吧？花这么多钱没必要，对吧？你如果把这个钱直接给我的话，我有很多办法的，我睡桥洞都行，我可以睡我电瓶车上，我可以睡黑灯的房间，反正他也不知道。
最近开始打车了，就是因为节目组打车是报销的，所以我能打车就打车。我以前骑电瓶车骑惯了，知道我坐在车里面感觉太舒服了，不用风吹日晒，听着小音乐，放着小空调，对吧？哈，在路上一路上都非常的惬意。在路上唯一讨厌的就是那些外卖骑手，怎么老别我的车，横冲直撞的。这时候司机开始骂了，那些送外卖的没有一个有素质的。我说你别说了，他们也不容易。你看晒那么黑啊。他说啊，那你是做什么的呀？我说我是个艺人。我最近在爱奇艺参与一档综艺的录制。他说什么综艺把你晒这么黑？你该不会是在爱奇艺种地吧？我这个人其实学历不是很高，我当时学习挺努力的，高考考了231分。当时想完了，当时不敢回家面对父母，没想到回去之后，我爸还安慰我，他231分不是你的正常水平，你少考了19分。我当时想完了，231分也报不了我心仪的大专了。我这人性格要强，宁做鸡头不做凤尾，我就报了个中专。我上完高中再去上了中专，我现在有高中跟中专双学位。你考200多分，很难再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了，对吧？付航也考200多分。付航当年在北京当了保安，我在上海送了外卖。我们俩这么多年兜兜转转，今年在这个节目顶峰相见。但我每次录节目见到付航，我都莫名其妙老想躲着他，因为我这人本能就是怕保安啊。你知道我们外卖骑手最怕哪种保安？就怕那种有激情的保安。我们在这办决赛，他不用比赛，他守在总决赛的大门口迎接我们，我就怕他突然站起来，送外卖的不让进啊，送外卖的。我还挺 respect 保安的。也 respect 他，其实我们都挺不容易的，学历低。我也是有一次送外卖送到一个商场，看人讲脱口秀，我也来讲，但挺难的。我勇敢上台之后，我发现我第一次上台，我紧张的忘词了，我眼睛都睁不开。我下观众说：“南瓜，你把眼睛睁开，把眼睛睁开，加油加油！”我在台上。这是我写的第一个段子。我今天在节目上讲了，前5分钟一直闭着眼睛，最后1分钟把眼睛睁开了。那一刻我看见了大家，我4年磨一剑。但讲脱口秀挺难的，我讲了几场就发现自己特别不好笑，很尴尬，我就想放弃。这是个演员，他说：“南瓜，你再坚持一下，你有自己的天赋。”我说：“我能有啥天赋呀？”他说：“南瓜，你长得像那个网红调哥。”就那个小阿调，我都不知道哥哥是谁啊。他南瓜，你就听我的，你就上台，你给我的调。我说那要不试一下，实在没办法。大家好，我是南瓜调，大家都很好笑，我就模仿他，我在台上模仿，我自己无所谓，对吧？就是有老板看到我，他南瓜你很好笑，来我这演出给你200块钱。我说我怕你这商演给你演砸演不好，他没事，你上台调就完事了。我讲了5分钟，调了100多次。200块钱，那我得送外卖，我得爬多少楼梯，跑多少单呀？我愿意挣这个钱。我拿着200块钱啊，请朋友们吃饭，点了一桌子菜，他们吃着还吃不完。我说你们好好吃啊，这都是我一生一世调出来的。我嗓子都哑了，但没关系啊，因为我有京东念慈庵肉厚汤，唤醒你的好声音啊！吃了肉厚汤，为生活勇敢发声啊！确实。感谢念慈庵给我这个广告。我很感谢他，让我勇敢地站在这个台上，克服了舞台恐惧感，慢慢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脱口秀演员。我写了自己关于送外卖的段子，慢慢抛去那个标签，最后站在了台上，站在这么大个舞台上的线上。我看着自己播出之后，我讲唢呐的段子，讲我送外卖的段子，我很开心，好多弹幕飘过，他好像那个调哥呀。但没关系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很开心了，因为已经录到最后面了。我希望到时候后面都播出之后，大家看到我，记住我的名字叫南瓜。也希望大家有一天在路上看到那个调哥，说他好像那个南瓜呀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是南瓜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大家辛苦了。我是南瓜，大家还认识我吗？
认识，确实啊，这半年减了60多斤，变化比较大啊。对，现在很多人见了我都要愣一下，他说你好像是南瓜，但感觉跟南瓜不一样了啊。我说我现在是贝贝南瓜。这半年确实减的挺多了，跟去年完全是判若两人，已经不再是去年那个胖胖的吹唢呐的南瓜了。减肥减得太狠了，肺活量都减小了，唢呐都吹不响了。所以我今年就去开发了新的才艺，我去学习爵士舞了。这就是魏武。我其实我学跳舞真的很开心，因为我从小就特别想学跳舞，但是在农村没有条件。现在长大了有能力了，我决定去朝花夕拾一下。但现在这个年纪再去学跳舞，你就感觉那个动作很妖娆，学起来就很羞耻。然后我就专门找了个私教，我都找了个私教了，能不能给我安排一个私密一点的教室？就在那商场透明大玻璃。老师做什么，我在旁边做什么。只要有人过来，我就不做了。我就看着老师做，我在旁边手拍子，不知道的人以为我是老师。老师他就鼓励我，他说我们跳舞呀，最重要的是胯要灵活。他说你的胯挺灵活的，有天赋，是不是偷偷练过？老师不知道，我之前送外卖，每天在电瓶车上就是这样。我在学爵士之前就做过很多年的骑士了。真的，现在体验了一下，真的很开心。我小时候特别想学跳舞，但没条件，没得选。我爸在家里，我爸吹唢呐，我就只能跟着我爸吹唢呐。有人拿说唢呐不挺好，现在白市场多挣钱呀。其实这个工作真的不太挣钱，因为这个工作呀，它太不稳定了。你不知道啥时候有活儿，别人活多了，我爸就活少了。但是活多的时候，一个活连着一个活，我爸有时候半个月都不回家啊，我妈也不担心他外面有人，因为他知道外面肯定人没了。这个感受了一下，真的非常的开心。真的小时候，你别说才艺了，连兴趣爱好都很奢望。我上初中第一次接触篮球，一下子就迷上了，天天跟2个朋友一起玩。大哥拿到篮球传给我，我跑得快，跑过去传给老三，老三一上篮，我们这一条龙配合太厉害了。我们当时觉得我们长大都能打 CBA 啊，后来长大了，我在送外卖，大哥在卖烧烤，老三当了保安。后来大哥把肉烤好打包好，我骑电瓶车送过去，老三门一开，还是一条龙。我们没人相聚在 CBA， 但是我们相遇在了 CBD。到了社会上，就感觉离我的舞蹈梦想越来越遥远了。但那2年很开心，能在网上看一些视频，看一些偶像练习生这种啊，青春有你这种唱跳节目，我很喜欢看这些练习生。就我觉得他们那种青春活力能感染到屏幕外的我。那时候有一首歌叫 Yes OK 啊，特别的火的，当时很多人都在跳。我在送外卖看周围没人的时候，我也会偷偷的慢慢追，慢慢追我的梦。我觉得那些练习生就是我梦想的一种寄托，看那个节目很有代入感，跟他们能共同的成长。我当时还给他们投票，甚至送外卖的时候帮他们拉票。你好，能给个好评吗？他说在哪里给？我说你有爱奇艺 VIP 吗？那时候靠着手上的外卖给喜欢的选手拉了不少的票，也是发动了真正的饭圈。那时候那个精神状态跟周围那些同事很不一样。热奈他们出道那天，这非常开心。我坐电动车上说终于成团了。旁边骑手成团几个人呀？我说9个人，他9个人，那你送得过来吗？他们不理解我，他们觉得我是个异类，他们甚至还嘲讽我。他说你天天看那玩意有啥意义吗？有啥意义吗？你也去报名，你也去青春有你也去报名参加。我说算了吧，咱别斗了，我能去爱奇艺，我去爱奇艺搞笑嘛。当时确实在电瓶车上限制了我的想象力，没想到最初想上爱奇艺的初衷是想来唱跳的。去年一路比赛比到半决赛，更没想到是半决赛的嘉宾竟然有虞书欣，感觉像做梦一样，这个青春一下子就回来了。导演还给我们说，你们半决赛的选手明天在虞书欣的面前，大家表演一下 Yes OK 惊喜一下。
我当时说这不好吧？你看我哪里有跳舞的样子呀？咱就别丢人了。其实我内心想的是 Welcome to my home court 啊，这首歌没有人比我更 OK 了。但当时大家知道我去年那时候200多斤啊，我回去对着镜子我偷偷练，我完全已经跳不动了，已经跳不起来了。我真的很紧张。第2天彩排的时候我就想了个办法，当时小北在我前面。跳得不错，那我就跟着他跳，结果第2天一直完全找不到北了，我真的很尴尬。老天给了我一个在爱奇艺唱跳的舞台，没有把握住。但是我又很开心的是，我讲段子的时候，虞书欣给我投票了。他说：“南瓜老师加油，你一定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人。”我当时愣了一下，我说这句话不就是当年给你在手机上说的话？真的就像当年扔出的回旋镖一样，又落在我的身上。我终于鼓起勇气，我去报了舞蹈班。我真的很开心，我就问那个老师：“我老师，我之前对着手机我自己练，怎么练都不太对劲。”老师说：“你先从电瓶车上下来。啊，你这跳舞束手束脚的，你往两边迈开2步，大胆一点。”我就跟着老师往两边迈开2步，跟老师一跳，一下子就对了。我真的好开心呀！没想到这简简单单这2步，我用了20年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南瓜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是南瓜。我的工作是个外卖骑手，现在也讲脱口秀。但我讲脱口秀一直很怕，我怕场子没反应，怕冷场。我就特别羡慕我爸，我爸他从来不怕，我爸他是吹唢呐的。我爸的工作呢是个唢呐匠，他有一个唢呐班子，专门在我们农村那边吹一些百鸟朝凤那些曲子，送那些去世的人走。他这么多年已经送我们陕西宝鸡那一片很多人走了，人送外号宝鸡费玉清啊。我小时候就特别羡慕我爸这个职业，太好了，因为小时候家里穷，吃饭都吃不好，我爸天天在外面吃席啊。他天天吃席，吃的真好。当然他自己吃席也会给家里打包一些剩鱼剩肉，我很喜欢吃。我从小就是吃那种百家饭长大的。我现在长大了送外卖给百家送饭，也是一种回馈了。我爸现在还在村里吹唢呐，我在外面讲脱口秀，也都算演艺行业。但有时候确实挺羡慕我爸的，就是我平时在剧场演出，底下观众坐的舒舒服服的，有的还翘着2郎腿，还有玩手机的。我爸表演的时候，底下都得跪着。讲脱口秀太难了，讲到好笑你们才笑，讲特别好笑大家才鼓掌的。我爸只要一开口，底下就开始磕头了。我小时候跟我爸练过吹唢呐。练过几首唢呐曲子，还真没想到小学6年级派上用场了。老师当时要报节目，全班没有一个人报名。这个时候，我同桌说：“老师，他会吹唢呐，他会吹唢呐。”我老师：“哎呀，你还会吹唢呐呀？民间艺术，来报上好好表现。”就给我报了，然后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吹了，吹了2句，吹得校长脸都绿了，差点跪下了。其实小时候活动还挺多的，做什么手工作业比赛，我喜欢去动手，我努力认真的去做，每次拿不到名次。后来发现那些其他同学都让父母帮忙做的，我说找父母，这不是作弊耍赖吗？那回去我也找我爸，我爸做的就太专业了，他做那白事上纸扎的房子太好看。我当时随便拿的一个带到学校都是降维打击，我看着同学们羡慕的样子，我不要用你爸的业余挑战我爸的专业。我家里那种纸扎的东西还挺多的。我现在在上海送外卖，我经常会在路上遇到一些超跑豪车从我面前过去。说实话，我也不太羡慕，家里什么都有。我家还有4合院，还有私人飞机。我知道那些东西，我早晚有一天我能用上。但确实啊，唢呐匠这个工作啊，一直他都没有社会地位。我爸一直被人瞧不起，我小时候也经常被一些同学嘲笑我。他们放了学见了我，你爸吹喇叭的，你爸吹喇叭，吹喇叭。我说吹喇叭怎么了？到时候还不送你爸走？我从小都很自卑啊，我一直找不到对象，我知道我很自卑。我前段时间还去相亲了。
其实本来还聊得挺好的，聊着聊着，他突然就问我：“那个你爸爸做什么的呀？”我说：“我爸爸他玩音乐的。”他说玩音乐，那做什么音乐的？我说他有一个乐队，平时在我们宝鸡那边巡演。他说啊，那你爸是那种 live house 吗？我说不是 live house， 是 dead house。那你爸这个乐队水平怎么样？能不能去参加那个乐队的夏天呀？我说不太适合，他这个呀不太适合线上，平时接触的都是一些 underground 的。我爸这个确实不太适合线上，当然他也不适合线下，他适合那些下线的观众。我爸在村里待了一辈子，他连普通话都不会说，更别说表达自己了。当时有个自媒体博主到月社，粉丝特别多，他们找我拍一个视频，一边拍我一边在我老家拍我爸妈，让我爸对着镜头对我说一些话。我爸对着镜头，哎呀，紧张的什么话也说不出来。那个导演就说：“那你用你最擅长的方式表达一下。”非常自信拿出了唢呐。导演说：“你儿子啊，说他最喜欢的歌是《起风了》。”我爸就唢呐练了一首《起风了》，然后对着镜头对我吹了，把我喜欢的《起风了》吹成了上天了。我爸现在也知道我在讲脱口秀，他非常的开心，我们也算是演艺世家了。我爸非常的开心，我今年也是，他也希望我能走上更大的舞台。我今年也是登上喜剧之王这个大舞台，也是上线上了。今天也是非常开心。如果线上表现一般，那我回去演线下也挺好的。如果线下再不行，那我就回去跟我爸做下线。好，谢谢大家这么开心啊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南瓜。我的工作，我的职业呢是一个外卖骑手。其实来讲脱口秀一直会有很强的舞台恐惧感啊。现在还好，刚开始一上台一拿话筒就紧张。当时为了克服这个问题啊，想了办法，上班的时候骑着电瓶车，握着那个手把到话筒练一练，对着电瓶车讲脱口秀，导致现在落下坏习惯，在台上讲着讲着一紧张就。我这个人从小不是很自信，从小学习不好，高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。当时找的第一份工作啊是做保安啊，管吃管住还挺安逸的。后来干着干着，我觉得工资有点少，我说得找个挣钱的工作，就去送外卖了。我送段时间发现辛苦的程度超乎我的想象，又回去当保安了。当着后来又去送外卖哈。我这个人文化水平不高，但是我告诉自己找工作呀，一定要注意这个劳逸结合啊。能看出来我是个 I 人啊，我很社恐，但我有时候也是个 E 人啊。它分时间段，比如说上班送外卖那时候是个 E 人啊，因为那时候穿着制服对吧？甚至衣服上都写着 E 了吗？我的手机被标记了，被很多顾客标记成了快递外卖啊。其实大家这种标记，我自己是看不到，我也是意识不到的。我是有一次啊，跟我爸打电话。我爸说：“你这半年没消息，是不是在外面送外卖呢？”我说：“没有，谁跟你说的呀？”他150多个人。我当时上学学习确实很差，但是我当时也没有想到自己长大会送外卖啊。我虽然当时学的不好，但当时体育成绩还挺好的，那我就练体育啊。我也想上个体育大学啊，还挺辛苦的，每天被教练带着我们在操场训练，什么长跑、蛙跳、跨栏、爬楼梯啊，每天听个哑铃片爬楼梯都爬吐了。我是爬着，我说老师，这个爬楼梯到底练的是啥呀？老师说你不要问了，以后用到的时候会感谢老师的。老师就是老师，看得比较长远。我现在送外卖上楼前，我说这题我做过，就是练过体育，现在送外卖就跑得快一点，对吧？但外卖这个行业也没有前2年那么好做了，因为做的人越来越多了，甚至有好多大学生现在出来也送外卖，跟人抢饭碗。这些大学生怎么说呢？当年高考就被他们淘汰过一次了，怎么现在毕业了又来跟人竞争，追着人砍我？我之前真的很怕送大学生，送过去隔着墙还进不去。同样的年龄，人家都在那打篮球的、谈恋爱的、读书的，欢声笑语。我在外面骑个电瓶车，好羡慕他们呀。但现在发现好多大学生出来也跟我一起送外卖啊，现在看法也变了，就原来我少走4年弯路啊。骑个电瓶车有时候会遇到大学生是吧？一起在外面吹着风，吹着这么强的风，这不是顶峰相见了吗？
确实，虽然现在单子少，但其高峰期还可，尤其像下午、晚上这种饭点，我这有经验的，我一趟能拿4、5个外卖的。但我知道大家都很着急，我每次看到手上这4、5个外卖，我就知道这个时候天上也有4、5双眼睛正在盯着我。我也知道大家花了钱，可能希望这个外卖送快点，对吧？给大家送上楼，我也愿意送上去的，毕竟我也练过，对吧？但现在在上海啊，还有很多老小区没有电梯，都是6层楼高的那种，基本上都是6楼在点，1号楼很少点的。啊，6楼的顾客啊，10个里面5个正在上厕所，3个在洗澡，还有2个腿脚不便。哇，你就感觉6楼住的这些人住的都像赘婿啊，他们都不想娶，就想着能不能上门呀。而且我们这个工作啊，每天会跟很多保安打交道，你就发现有些保安是挺多的，他见的人老爱问你干什么的，干什么的，干什么的。我有一次穿着外卖的衣服，那个保安还问我你干什么工作的，这还把我给问住了。我看着穿制服，我心想我是干什么的？我 cosplay 啊。但有时候也会接一些学校的外卖，因为学校那些学生会很多人一起点，就很方便。但有些学校不让学生点外卖，有的学生想吃口外卖，想尽千方百计啊。我见过最离谱的一个学生给我备注：师傅，你送过来的时候不要穿衣服。他不要穿你外卖的衣服。到我们学校这边，他问的话，你就说你是我爸。我说这还挺有意思的，就赶紧抢到了。但他备注你必须要有信念感，不要被认出来了。我说这信念感，我天天 cosplay。但走过去啊，在学校门口看到他那一眼，2眼对上的时候，我信念感就崩了，因为他长得实在太帅了，啊，他眼睛又大，皮肤又白，就完全不像我生的。我当时就想跟谁能生出他，我当时都慌了。这个时候他突然看着我，爸爸你来了。他当时那个信念感实在太强了，在饥饿的状况下能叫那么真诚，我都感觉心里有股暖流。我也是第一次被人叫爸爸，那种直击天灵的感觉都惊呆我了。别看我眼睛小，当时这种情况啊，他睁眼了，我都想上去拥抱他一下。真的，我给到他走的时候还挺舍不得的。那你记得给爸一个好评啊，好好上学啊，以后千万别和爸顶风相见啊。好，谢谢大家，祝你们开心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南瓜。我的职业呢是个外卖骑手，我特别喜欢下了班来讲脱口秀，喜欢这种在聚光灯下舞台上这种感觉特别的美妙啊。然后今天也登上这么大的一个舞台，特别激动啊。前2天某团跟某乐某都找到我，跟我说南瓜，你到时候上节目的时候能不能穿我们品牌的衣服上呀？我真的很纠结，因为2家我都上过班啊。然后当时就问导演，我说导演，我到时候上节目的时候能不能穿蓝色的衣服，再戴个黄色头盔啊？那个到时候就说我是美了骑手。谢谢。我是陕西人，我之前在西安那边送外卖，后来来上海了。因为我当时听说上海是全国外卖订单最多的城市啊，到了之后发现骑手也是最多的，骑手比订单还要多。但我感觉我挺适合在上海送外卖，因为这边气候比较湿润潮湿啊，我是干皮啊。我确实在这边皮肤好了很多，年轻了好多啊！我今年26岁了。现在要开始抗初老了。每个城市点的东西不太一样，在西安的时候大家点的都是肉夹馍、泡馍、米皮小吃，对吧？到上海点的最多什么？咖啡啊！上海人太爱喝咖啡了，很多人早上点个咖啡当饭吃，不太理解。后来送一段时间，发现上海人确实生活节奏快，生活压力也大。后来我在上海送外卖前，我也得喝杯咖啡。但确实刚到上海，就有的小区就特别难找，你找不到就要问。我有一次就问到一个阿姨，我说你好，阿姨，那个35栋楼在哪里啊？她说啊，小伙子你是外地人吧？我们上海人不少栋，我们说弄的哟。然后她就走了。当时把我愣在原地，我都懵了。我现在知道什么是弄了，你也不告诉我怎么弄。上海有黄浦江，把浦东、浦西隔开了。我们经常要接到那种过江的订单，电动车过江的话很麻烦，要坐船啊。电动车在船上，风浪一吹就特别的晃，送个炸酱面过去都办好了。
顾客过去也懵了，怎么办这么好？是不是偷吃我外卖了？吃不起啊，上海外卖太贵了，物价也挺高，平时都自己做饭，很少去餐厅的。但我知道上海有一家餐厅对我们骑手特别的好，给我们打88折，又好吃。但就是离我家太远了，它有多远？都吃完回家又饿了。但确实在上海挺放松的，不像在西安当时那么紧张，每次出门都要戴好头盔、口罩，保护好自己，预防一下，预防那些老同学点外卖点到我。真的非常尴尬。有一次送到一个高档小区，售货人巧不巧是我初中的一个女生同学，我那时候还暗恋过人家。哇，他一眼就看出来，哎，你是那个赵栋吗？不是，你认错人了。他说你就是这骑手赵栋在这写着呢。我当时满脑子好尴尬，我说赵栋，我就想找个洞钻一下。我说哦，刚才没看出来，好久不见。他说哦，好久不见，那你现在主要做什么呢？我说啊。我cosplay 啊！我当时百感交集，回去之后过了几天买了一张火车票就来上海了。我在上海待了3年了，无忧无虑，没有人认识我，对吧？但时间长了也挺想家的。但我知道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，父母脸上也没有光，但我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，对吧？我一直要努力证明自己。我工作过很多个工作，然后后来又遇到脱口秀，我很开心，对吧？我讲到观众笑之后，我很有成就感。我当时就给我爸妈打电话，我说妈，你儿子现在可厉害，你儿子在上海做演出表演呢。他就很惊讶说你这样子能演出个啥呀？我说我们这还挺简单的，一个人一个麦克风就行了啊。我妈都笑了，说你这人没文化没学历还表演，是不是在外面做 rapper 呢？说你这话说的，但是我确实特别喜欢讲脱口秀，下了班来讲过很多场了。我甚至在上海送外卖都被顾客认出来过，这种感觉太好了。我有一次送到一个酒店，我说你好，这个外卖给你放在1楼架子上，麻烦你下来取一下吧。他说哎，你这个口音，你是不是那个讲脱口秀的南瓜呀？特别喜欢你。我说啊，对呀，是我呀。他说那你送上来吧。记得挂门上。但真的我在上海很开心，我讲脱口秀之后，我认识了很多脱口秀演员朋友，他们真的特别好，愿意带我去玩、吃饭，带我去见世面，对吧？social，对吧？我甚至有一次被他们带着去夜店蹦迪啊。我去了之后我就后悔了，因为他们在里面玩得真的很开心，我在一边格格不入的样子，我就想赶紧走。但我又突然看到他们这些年轻人在里面活力四射的样子，我突然想到我也是年轻人呀，我也20多岁，我这个年纪我就应该像他们一样呀。我当时想到这儿，我就勇敢地跳了下去。我跳了下去，我就跟着他们在里面，我这蹦迪跟送外卖也没什么区别，这还不是在骑电动车吗？外卖到了，外卖到了，给你挂门上了啊！好，谢谢大家，祝你们开心啊！